别再直接生啃猕猴桃了，上锅蒸一蒸，神奇作用超乎想象。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采味。秋冬是猕猴桃大量上市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建议每天吃一个。猕猴桃有维 C 之王的美誉，每天一个可及时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 C。常吃猕猴桃还能辅助实现美容养颜，提高免疫力。可市面上购买的猕猴桃多为4、5成熟，需要放置3到4天甚至1周才会成熟。针对以上问题，下面分享几种特别实用的猕猴桃催熟方法，帮助快速吃到成熟猕猴桃，避免浪费。下面我们来看看催熟方法1：先将蒸锅加水，开大火把水烧开，接着把未成熟的猕猴桃轻轻放入蒸屉，注意不要让猕猴桃直接接触水面。然后盖上锅盖，保持中火蒸3到5分钟即可关火。这里要特别注意时间，蒸5分钟适合表皮偏硬、成熟度极低的猕猴桃，如捏着完全没有弹性，能快速打破果肉的硬实结构。蒸3分钟则合适已经有轻微弹性的猕猴桃，避免蒸太久导致果肉软烂，流失维 C。时间到关火，等蒸屉里的热气稍微散掉，再用夹子取出猕猴桃，放置常温。然后准备一个干净无油的保鲜袋，将放凉的猕猴桃放入袋中，尽量挤出袋内多余空气，然后紧紧拴住袋口，放置在常温阴凉处，避免阳光直射或靠近暖气灶台，静置12至24小时，就能吃到软嫩香甜的猕猴桃了。其实催熟原理就是双重作用，加速成熟。通过温和蒸汽让猕猴桃表皮和果皮的细胞壁轻微软化，打破其硬实壁垒，同时激活果肉中的乙烯释放酶，让后续乙烯分泌得更活跃。再就是保鲜袋内形成密闭空间，能让猕猴桃自身乙烯的释放气体锁在袋中，避免流失。乙烯是天然的催熟剂，高浓度乙烯环境会快速促进果肉糖分转化，让猕猴桃在短时间内变软变甜，且口感不会像直接放熟那样偏涩，反而带着一丝淡淡的果香。有需要赶紧试试这招。方法2：先将未成熟的猕猴桃放入盆中，加入清水，轻轻搓洗表皮，去除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洗好后捞出，用干净的厨房纸仔细擦干猕猴桃表面的水分，确保表皮完全干燥，这一步很关键。接下来将擦干的猕猴桃逐个放入大米中，注意不要堆叠挤压，每个猕猴桃之间留出少许的缝隙。然后用剩余的大米将猕猴桃完全覆盖，确保果子被大米埋实，看不到表皮。最后，如果用的是米缸，盖紧缸盖即可；如果用的是保鲜袋，轻轻挤出袋内部分空气，再将袋口密封严实，放置在常温闭关处。做好后无需频繁翻动，静静放置2到3天即可。期间若发现猕猴桃表皮变软，按压果身有轻微弹性，就说明已经成熟，能直接剥开吃。这是因为大米在储存过程中会缓慢释放微量乙烯气体，同时大米颗粒之间的间隙能形成一个相对密封的小环境。将猕猴桃码入大米后，这个环境能让猕猴桃自身释放的乙烯气体和大米释放的乙烯气体牢牢锁住，避免了乙烯流失，让果子处于高浓度乙烯的催熟环境中。这种方式温和且持续，能缓慢促进猕猴桃果肉中的淀粉转化为糖分，让果子变软的同时，甜度也能自然积累，吃起来就不会有生硬的酸涩感，还能借助大米的干燥环境，减少猕猴桃腐坏的概率，比单纯室温放置更省心。方法3：家里有苹果、香蕉，不用额外准备工具，就能快速激活硬猕猴桃。操作方法超简单，准备一个干净的保鲜袋，
将1到2个成熟的苹果或香蕉与未成熟的猕猴桃一起放入袋中，优先挑选成熟度高的苹果或香蕉。香蕉若表皮有少量斑点，捏着略软的最佳。这类水果释放的乙烯气体更充足，催熟效率更高。避免用未成熟的青苹果、青香蕉，它们自身还在吸乙烯，几乎没有催熟作用。轻轻挤出袋内大部分空气，然后将袋口紧紧系住，放置在常温阴凉处，密封后无需频繁打开，放置1到2天就能看到效果。苹果和香蕉是典型的高乙烯释放型水果，将它们与猕猴桃密封在同一空间，能让袋内快速积累高浓度乙烯，直接作用于猕猴桃，加速猕猴桃果肉细胞壁软化，让硬果快速变嫩，促进果肉中的有机酸转化为糖分，减少酸涩味，同时让猕猴桃自身的果香与苹果、香蕉的果香融合，吃起来多了一丝清甜果香，口感更丰富。方法4：牙签加保鲜膜法。1天变软超省事。用牙签在未成熟的猕猴桃周身扎上些许小孔，深度1到2毫米，避免戳穿果肉。接着用保鲜袋将猕猴桃紧紧包裹，不留缝隙。依次操作完需要催熟的猕猴桃，然后放置常温阴凉处，静置1天左右。按压果身有弹性即可食用。猕猴桃的乙烯气体主要是从果肉内部释放，表皮完整时释放速度慢，扎孔后相当于给果子开了排气口，能让内部的乙烯快速扩散到表皮附近，同时加速果肉与空气的轻微接触，进一步激活成熟酶的活性。而保鲜膜则锁住乙烯，形成高浓度催熟环境，快速软化果肉，提升甜度，且避免果肉水分流失，催熟效果棒棒的。猕猴桃作为维 C 之王，营养密度高，是一款很值得食用的水果。买了硬果怕浪费，学会以上4种催熟法，总有一款合适你。再也不用等得着急，也不怕果子放烂。这些小技巧看似简单，却能帮咱们把猕猴桃的营养和口感吃到位，真正实现花钱买果，不浪费一分营养。想要猕猴桃催熟后口感好、味道甜，第一步就得选对优质果。记住这几点挑选要点：轻松避开酸涩果、空心果。单看大小可不够，得从果形和果嘴2个关键形态入手，才能选到催熟后口感翻倍的优质果。先看果嘴，尖嘴和扁嘴的选择有讲究，优先选尖嘴猕猴桃。尖嘴猕猴桃的果形更周正，通常是自然生长中养分供给均衡的表现，果肉包裹紧实，不会像扁嘴猕猴桃那样容易因生长空间挤压出现果肉断层、空心的情况。催熟后咬开满是细腻果肉，不会咬到空口，而且尖嘴果的糖分积累更集中，成熟后甜度更突出，酸涩味轻，吃起来更爽口。再看整体果形，椭圆扁形和椭圆形里，椭圆形猕猴桃的生长周期往往更充足，果肉发育更饱满，从果头到果尾的果肉厚度均匀，不会出现椭圆扁形常见的头部果肉薄、尾部籽扎堆的问题。同时，椭圆形的果肉水分和糖分分布得更均匀，催熟后无论是直接吃还是做果泥，每一口都是软糯香甜的口感，不会有局部过酸或过硬的情况，整体风味更稳定。如果今天的分享让你长了知识，觉得对生活有帮助，别忘了点个关注，点个赞，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与支持。我是瑶瑶，咱们下期分享更多实用生活小妙招，再见啦！